孽畜，与其让你冲撞陛下，牵连我高家满门，不如我今日亲手清理门户。头好痛，我不是在酒店为国争光吗？孽畜，老夫再给你3息时间，莫要在上面丢人现眼。这老头谁啊？一口一个孽畜，真当是我爹了？老壁灯，你再敢满嘴喷粪，我一拳打爆你的狗眼！你敢这样跟你爹说话？老壁灯还敢口出狂言，我还说我是你爹呢。来人，取长梯，取老夫的大刀来。我操，真刀！这帮人玩真的的。等等，这宅子，这服饰，坏了，真他妈穿越了！高峰，你敢？虎毒尚不食子，要杀杨儿就先杀了我。你让开，这孽畜已经疯了。孩儿高阳见过父亲大人。孩儿接下皇榜，并非冲动，是想建功立业，重塑我高家荣光。永芦花，1片2片3、4片，近看大石头，远看石头大。你所谓的才华，早已让我高家沦为笑柄。我靠，原主这都干的什么事儿？父亲，事已至此，打死我也无济于事。女帝求贤若渴，我接皇榜，天下皆知。您若阻我，便是对女帝不敬，是欺君之罪。欺君之罪。父亲可曾听过毒誓？谋己者，毒誓也。当今天下内忧外患，常规手段难以奏效，正当为我毒誓之天下。高伯父，青青不请自来，倒是叨扰了。青青来了，一家人何必客气。高伯父，青青此行是来退婚的。退婚？宋家和高家的婚约，岂是你说退就退的？这是家族的决定，父亲大人托我转告，日后高家有难，宋家必鼎力相助。滚！告诉宋礼那老东西，要退婚也是我定国公府去退。那我宋家静候定国公大驾。孽畜，被人当众退婚，你还笑得出来？父亲，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退了婚，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她怕我接皇榜会牵连宋家，才第一时间赶来撇清关系。这种女人不要也罢。退婚之事暂且不提，当务之急是面见女帝，随我入宫，只求无过，否则我高家休矣。这就是女帝五诏，这大白腿啊，不，这大靠山，我抱定了。高阳，朕问你，若你是偏远县令，被一屠夫当街指鼻怒骂，此人朝中亦有关系，你当如何？回陛下，草民会面带笑容，感谢他指出我的不足。然后草民会命人敲锣打鼓，送10两金子去屠夫家，逢人便说这是赏给屠夫的。一箭4雕，有点意思。第二问，若你杀仇家满门，屋内尚有一孺子，你又当如何？草民会说，记住我的脸，下次见面我就不会手下留情。说完，我会转身离开，再猛然回头，大笑一声：“哈哈，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陛下，此等冷血之人手段残暴，若为官必为祸一方。我大前男儿的大刀，不应斩杀手无寸铁的老幼。王老将军说的对，高某的大刀的确不斩老幼，但高某还有一把小刀，我做不到放过他，让家人担惊受怕10几年。斩草要除根，这是他爹当年没做对才教给我的道理。当然，刚才都是玩笑，我会放他走，在暗中窥探，看他投奔何方亲友。再一并除掉，动手时左右各一刀，屁股最好也补上一刀。
高家这小子比他爷爷还狠，老王家的蚯蚓都要被他斩尽杀绝了。陛下，高阳所言有理，既为大仇，便无老幼之分，末将赞同。面对仇敌，就该手段狠辣。你的回答，朕很满意。这就满意了？但那只是开胃小菜，此题众爱卿皆可作答。你是一外地茶商，在江南穷山僻壤承包了一座荒山，当地百姓生性懒惰，如何才能让他们在最短时间，用最小成本为你开荒种茶？陛下，这有何难？3倍工钱砸下去，还怕他们不动？王老将军，既为商贾，重利为本，3倍工钱成本太高，且百姓懒惰，如何约束？此题无解啊！懒惰乃是天性，穷山恶水更甚。大钱政务以这更难者比比皆是，难道都放任不管吗？臣等不敢。崔爱卿，你乃大钱状元，可有解法？回陛下，臣尚需1炷香的时间，方能想出万全之策。周大学士呢？老臣暂无良策。高阳，你呢？回陛下，草民也得想想。靠，状元和大儒都解不出来，我秒答不是把他们脸都打肿了。低调，先低调。哦，朕对你可与旁人不同，若想不出来，便是欺君之罪。黑兵为何在？陛下，草民忽然想到了几个计策，好像可解此题。说，若能令朕满意，你不但无过，还有赏。茶商的目的是低价高效的开荒，但人性懒惰，必须设一个局。此局我称之为细侯局。如何做局？我若是茶商，便先以5倍工钱雇10几个百姓开荒。就这，搞了半天还是高价雇人。前几日任由他们偷懒，我只管伪装成上蹿下跳、焦急万分的模样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那只被戏耍的猴子。但几日过后，我在这荒山埋入几颗金子，此局便成。此事切不可外传，免得旁人为情。精彩，精彩！以金子为饵，勾出人性贪婪，不仅省了工钱，村民还会自发连夜开荒，此计甚妙。陛下且慢，此局到此，最险恶的部分才刚刚开始。做局之前，先以重金贿赂当地县令，待村民将荒山挖得差不多了，我便立刻上报官府。孽子，让他说。荒山乃我私人领地，村民私自盗挖，触犯大钱律法。届时官兵拿人，让他们交出所有挖到的金子。百姓善妒，必定相互举报，一个都跑不了。1文钱不花，白让百姓开了荒，最后还要把金子收回来，此计太毒了。贿赂县令，花费巨大，只为拿回几块金子，值得吗？崔大人，谁说贿赂就一定要用真金白银呢？若这些贿赂的金子外面是金，里面是铜呢？人竟能歹毒至此，有县令配合，便可当场剪开金子，倒打一耙。普通村民扛不住严刑逼供，
签下卖身契，终身为我茶奴。再给他们一个5到10年的虚假希望，让他们为我卖命，赚了钱修桥铺路，还能落一个大善人的美名。陛下，时间太紧，此局还有诸多漏洞，若再给我些时间，会更完美。这还不完美，再完美，百姓还有活路吗？陛下，此计阴毒至极，又伤天和，此子之心更是歹毒无比，请陛下重惩高阳。臣附议，臣附议。陛下，计无好坏，全在用计之人。犬子此计虽略显毒辣，但还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臣亦赞同周老爷子之言，此等毒计绝不可采纳。既如此，那诸位爱卿可有比这更好的计策？在朕眼中，计无好坏，能达成目的便是好计。天下贪官污吏，哪个不是心思恶毒之辈？对恶人就当用恶计。高阳能如此短时间内想出此计，可见其才。朕乏了，退朝。这就走了？说好的赏赐呢？1两黄金没有，给俩美女也行啊。这女帝太抠了。搞定！没想到这女帝口味这么重，就喜欢毒计。这下回去不用挨揍，可以好好规划一下我的纨绔人生了。5代青楼，我来啦！父亲大人，女帝没罚我，这一关算过了吧？回府应该不用再上棍子了吧？今日你的表现，为父十分满意。哟，这语气咋听着跟便秘似的？我的国公爷爷和侍郎老爹，这配置在长安城横着走都不过分吧？爹。您怎么了？我操，不会是秋后算账吧？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为父第一次当爹，有不足之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去老夫甲胄，老夫要面圣。老国公，大公子此事怕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摆明是有人想趁新帝登基对我高家发难。为保养儿，老夫这张老脸不知还能值几个钱。家门不幸啊！话说那高家公子面对女帝第2问，他微微一笑，道出一条毒计，名曰细猴局。父亲，陛下如何责罚定国公府？退了。退了？父亲，可是朝堂上出了变故。那高阳一直在藏拙，定国公府化险为夷了。什么？父亲不必担忧，陛下未赏赐，此事便有斡旋余地，女儿定能寻得100倍于他的才俊。老国公，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。我高家如今哪还有什么好消息？大公子他通过陛下的考核了，现在全城都在传他的妙计，都说大公子是在藏拙呢。哈哈哈哈！好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我高天龙的孙子又岂会是庸才？坏消息呢？说来听听。坏消息是，大公子的计策太毒了，百姓们都在骂。这是我孙子。爽！国公府嫡长孙，这身份妥了。接下来就是抱紧女帝大腿，然后勾栏听曲，品茶赏花，享受我美好的封建主义咸鱼生活。哥，你怎么没死啊？杨儿的事我都知道了，这孽畜藏得够深，
对我高家是好事。可陛下并未封赏，此事尚未尘埃落定啊！陛下在犹豫。崔星河是治世良才，而杨儿是乱世枭雄，他还需要一道真正的考题。老夫活了70年，这么毒的计也是第一次见，只是毁了老夫一世英名啊！哈哈，来下棋。父亲，您一个棋圣欺负我这臭棋篓子，咱先说好，不准拿棋盘打人。陛下还在为高阳之事烦心。长安谣言误人，此子对人性之恶的拿捏堪称恐怖。陛下若用得好，此人定是大前利刃。那你觉得他与崔星河谁才能助阵开创霸业？崔家、崔星河，他有社稷栋梁之才。可朕却更看好高阳，朕有一种预感，他才是朕要找的人。这小丫头还挺好玩。临江城县令上奏，粮商囤粮，粮价飙升。拟旨赐高阳监察御史之权，即刻前往临江城平抑粮价；赐崔星河监察御史之权，前往清水城。朕要看看孰强孰弱。婉儿，你跟着高阳一同前去。此子行事不按常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出手。父皇，我会向天下人证明，女子也能为皇。我不仅要让大前走向强大，更要征服七国，结束这持续了600年的乱世。朕特令崔星河为临时监察御史，掌清水城大小事宜，钦此。臣崔星河接旨，清水城粮价15日之内必降。这是女帝对你和高阳的考核。论治国，100个他也比不过我。好你个小丫头，咒我死就算了，还惦记着我的桃花酥。站住！大哥，你先买给我吗？不然你死了，灵儿找谁买啊？我今天非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深刻的童年，我藤条呢。大哥，灵儿错了。别跑，今日不揍你，我高阳改名叫高丸。朕知道。哟，赏赐来了，好强的气场，这就是大前军神吗？孽子，低头，莫要落了不敬之罪。朕特令高阳为临时监察御史，掌临江城大小事宜，以最快速度平粮价，钦此。得，白高兴一场。女帝这大腿不好抱啊！上官大人，以孽子之能，如何胜任一城百姓？不可胡来呀！高阳，谢陛下圣恩。高侍郎，这是陛下的旨意。高御史，请速速动身吧。是福是祸，皆靠你自己。切记，宁可不做，不可犯错。老夫总能保你一命。雨罗，跟着杨儿，照顾好她。大哥，路上吃。哥，你放心去，你在胭脂阁的小娘子，弟弟会帮你照顾的。汝之女人，必当多加照顾。孽畜，滚！这就是家人吗？雏鹰终将展翅，终日在家族庇护下，又怎能振翅长空？父亲、母亲，以后这偌大的高家也该换人来扛了。区区临江城粮价10日之内必降，你们便在长安静候孩儿的佳音。为了守护这份温暖，这一趟不玩死那帮发国难财的粮商，我高阳枉为穿越者。老天终究庇护了我高家。来人，把高长文那孽畜给我禁足，打断他的3条腿。上官大人怎么在这儿？陛下有旨，命我随你同去。也是，毕竟一城百姓容不得闪失。这是派了个监军来啊！看来陛下的考核不止我一人，若没猜错，还有崔状元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此行我有多大权力？监察御史代天巡狩，掌生杀大权，
临江城一切皆可指挥，也包括你。上官大人，看看腿。高公子，此话是否太过冒昧？大公子，您要不先将就看看奴婢的。情况比奏折上说的要严重的多啊！高监察御史代天巡狩，临江城一切皆可指挥。下官渡江拜见高御史，各大粮商疯狂囤粮，粮价从40文飙升到100文。若非下官开仓放粮，早已突破天际，城外难民涌入，急需安置，否则恐生大乱啊！高御史，眼前这危局该如何破解？此局不难。传我第一道命令，即刻关闭临江城所有官府粮仓。高公子莫不是在说笑？关闭粮仓，粮价必将再次暴涨，这是要逼死临江城数十万百姓啊！杜大人，我大前国库空虚，你这粮仓里的粮够全城百姓吃几天？5天还是3天？我不是在与你商议，这是命令，你没有选择。下官遵命，但高公子，若城内大乱，这责任7日之内，临江城粮价不降，一切后果本公子一力承担，包括我这条命。我等拜见高御史。素闻4位家主富甲一方，今日一见，怎如此落魄？高御史有所不知啊，我等为赈济灾民，连连施粥，早已是入不敷出，快弹尽粮绝了。为表诚意，我林家愿自降5文，赔本卖粮。是啊。8文，御史大人，这已是我等的极限。本官要你们手中的粮食全都提高至150文1斗，只准高，不准低。谁若是敢低于150文卖粮，本官就宰了谁。高御史，老夫年迈耳背，您是说不得低于150文1斗？本公子的意思很难理解吗？150文1斗，谁敢低于此价卖粮？让本公子查到人头不保。御史大人，此事可会张贴榜文，公告全城？饭后，榜文会贴遍临江城每一个角落。林老，这新来的御史莫不是个傻子？管他是什么，这泼天的富贵就在眼前。传我命令，趁榜文未出，立刻以100文的价格扫荡市面上所有能见到的粮食，一粒不留。县衙榜文一出，粮价何止150，到时候整个临江城都是我等的钱袋子。高御史，你当真要张贴榜文？你当真要将临江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吗？大人，榜文一出，不出10日，临江城必是人间炼狱，一子而食的惨剧也未必不会发生啊！下官渡江，一声傲骨，
从未求人，今日下官求大人收回成命。杜大人，可知弹簧？弹簧越是强压，反弹就越恐怖。想要降价，不一定要用压的。7日之后，一切都会好。本公子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对了，杜大人，我看这府衙年久失修，等粮价降下来，可以翻修翻修。百姓都活不下去了，你还要翻修府衙？疯子，这就是个疯子！上官大人，您难道真要坐视这一切发生吗？陛下有令，一切事务皆由高公子处置。若事态失控，我自会出手。来人，取我笔墨，本官要连夜上奏。报！临江城800里加急！临江城，呈上来。高阳，上阵看看，你又会玩出什么花样？退下吧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这个高阳胆敢如此胡来！不对。一边抬价，一边又许诺降价。高阳，你到底在布什么局？陛下，臣弹劾定国公之孙高阳。高阳身为监察御史，却官商勾结，强令粮价不得低于150文，更要大肆翻修府衙。此等昏庸无道之举，臣请陛下下令严惩，以儆效尤。是啊，陛下，150文一斗，这是要让临江城饿殍遍地，酿成天大民愤呐！末将附议，请陛下严惩。如此高的粮价，若坐视不管，恐生民变，还请陛下即刻出手制止。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。如今方才2日，各位爱卿何必如此着急？抬高粮价来降粮价，闻所未闻。王老将军，你是在质疑朕的眼光吗？末将不敢。杜县令奏折中言明，高阳许诺7日之内必降粮价，那朕就给他7日时间。此事朕意已决，不必在意，退朝。这高阳真是个草包，抬高粮价，亏他想得出来。青青啊，看来我们宋家退婚是退对了。商贾贪婪，他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。这场比试，他已注定惨败。不错，待崔状元得胜归来，必将一飞冲天。青青，你的机会来了。父亲放心，崔公子对女儿亦有好感。崔御史真是神了！您刚到2日，开仓放粮，恩威并施，我城粮价已从100文稳定到了90文一斗。临江城的百姓惨了，高阳一介纨绔只会抬高粮价，真是糊涂至极。女帝竟将我与此等废物相提并论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传我命令，告诉那2家粮商，本御史的面子他们必须给。清水城粮价必须再降8文，82文一斗，他们依旧有得赚。为官者一张一弛，打一棒子，给个甜枣，方是治国之道。崔御史大才，大钱有您，乃社稷之福啊！一边是骤降18文，一边是疯涨到天价。高阳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我崔星河注定要闪耀整个长安。大人，今日便是第7日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必生大乱啊！高御史人呢？回大人，又去华国死了。 7日之期已到，
本官这就去找他，我倒要看看他如何拿他的命来降这天价的粮食。高御史，整整7天，临江城的粮价已经涨到了200文一斗，县衙外全是哀求的百姓，您真的不怕吗？4大粮商这几日有何动作？他们疯狂扫荡市面上的粮食，如今正囤着不卖，就等百姓彻底断粮，再抬天价。既然喜欢抬价，那就让他们抬。传我命令，明日大肆招工，开始翻修府衙。什么？并且对外张贴榜文，本官要举办一场盛大的赛龙舟，拔得头筹者可免除商税3年。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什么？现在可是灾年，百姓都活不下去了，你这么乱搞，闯出祸来，谁担得起？高公子，你要是再胡乱搞事，我只能带你接管临江城了。杜大人，7天前本公子的话你还记得吗？想要降粮价，不一定要拼命压低，可是我再问你，就算强压4大粮商，能降多少？8文、18文，降到80文一斗，城中又有多少百姓买得起？对百姓而言，100文和200文没有区别，都是买不起；但对商人而言，却有天壤之别。临江城粮价暴涨，甚至官府下令不得低于150文卖粮的消息，会吸引什么人前来？外地粮商。这几日，城门口、码头边运粮的商队络绎不绝。如今的临江城早就不缺粮了。现在的粮价只是一个巨大的气球，看着吓人，但只需轻轻一戳。原来是这样，釜底抽薪，好狠，好绝。他们想发国难财，这次本官要他们家破人亡。大人，下官愚笨至极，非但误会大人，竟还弹劾大人，下官有罪。县衙内有他们的眼线，我不说是为保密，弹劾之事不足挂齿。起来吧。可是大人，不久前下官又写了一封，措辞更激烈。我靠，这手是真快啊！高公子放心，我立刻修书一封，800里加急送往长安解释。上官大人，今晚劳烦你持陛下旨意，从城外驻军调1队兵马，用沙土装满粮袋，越多越好。切记，消息绝不可走漏。明白。今日是他们最后的狂欢，明天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。报，清水城捷报，粮价已降至82文一斗。崔状元放言还能再降。崔状元真乃国之栋梁，短短7日竟能让粮价连降18文。臣送礼，请陛下重赏监察御史崔星河，以彰其功。崔状元手段高明，当立为典范，令天下官员学习，末将附议。臣附议。好，很好。报！临江城急报，粮价已突破200文一斗。杜县令第2封急报，弹劾监察御史高阳。200文一斗，消息确认无误。绝无误，此乃2日前消息，如今可能更高。杜县令弹劾高御史，不仅不降粮价，还每日烧香拜佛，乘船游玩，更要趁此大灾翻修县衙，举办赛龙舟。荒唐至极！老夫从政3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昏聩荒谬之人。此等奸佞，国法岂能容他？臣恳请陛下立刻将此辽拿下，严惩不贷，以平民愤。末将附议。且慢！
定国公。臣高天龙拜见陛下。定国公平身。老夫来此只为一事，梁家暴涨也好，重修府衙也罢，皆是2日前的消息。诸位何必如此着急？2、3天的时间，临江城乱不了，再多等2、3天，可否？220文，他们是想让我们活活饿死。对，我刚从清水城回来，那边才82文1斗，凭什么咱们临江城这么高？等下去也是死。这高扒皮再不出来，我们就冲进去把粮食拿走。对。高大人，外面的百姓就快要冲进来了，您倒是说句话。杜大人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能不急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鱼已经入瓮了，取现印来，即刻张贴榜文，所有官仓全面放粮。那价格呢？105文1斗，要让全城每个角落都知道。上官大人，即刻派兵封锁码头，所有货船不得离港，违令者斩。属下遵命。封锁所有城门，从现在起，1粒粮食都不得运出临江城。遵命。大人，万一那几家大粮商联合起来硬挺几天？放心，他们能抗，那些从外地来的小鱼小虾可扛不住。先卖的不过蝇头小利，后卖的血本无归，不卖的人吃马嚼。好计谋，我这就去办。等等，记得卖得慢一点，再放出风雪，就说陛下震怒，10万车赈灾粮已在路上。本官要让所有发国难财的奸商全都破产。下官这就去办。大公子，你以后不会把奴婢卖了吧？哈哈哈！哈哈，胡说什么呢？快给本公子捏捏肩，要是捏得不舒服，小心我真把你卖了。身为栋梁之才的崔状元，也只能把粮价压到82文。难道这高阳真有办法把粮价压下来？手握祖传刀，杀尽天下贪官。夫君，别去。褥子底下有几两碎银，若我回不来，你立刻回娘家。满城10万百姓，为何偏偏是你去送死？粮价都涨到220文了，再不杀那昏官，临江城就要尸横遍野。我陈胜绝不能看着乡亲们活活饿死。再等2天，就2天。等那长安第一纨绔发善心吗？他高阳若真有本事把粮价降下来，我陈胜这条命就是他的，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。下辈子我再补给你。传御史大人令，开仓放粮，官粮105文1斗，无限量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105文，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林老，这粮价都220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收网了？慌什么？只要我们4家联手，这临江城的粮价就得听我们的。目标250文。说来还得感谢那位高御史，要不是他那道不得低价卖粮的蠢命令，咱们的钱还没这么好赚。长安来的纨绔懂什么叫经济民生？我看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县衙开仓放粮了，105文1斗，百姓们都快挤破头了。姓高的不讲武德，
他这是想坑死我吧？林老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慌什么？大灾之年，他一个小小临江城的官仓能有多少存粮？他这是想用有限的官粮制造恐慌，逼我们抛售，倒是老夫小瞧他了。那我们将计就计，他放多少，我们就买多少。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黄口小儿有多少粮食能填我们这个无底洞。全听林老安排。大人，粮仓那边有好多生面孔在疯狂买粮，还到处喊官仓没粮了，百姓们都快乱了。一定是4大粮商想买空我们的粮仓。城里其他粮铺降价了吗？没有，他们都在观望。再这样下去，粮仓一天都撑不住。传令下去，把那些捣乱的都给我插出去，放慢速度卖粮。不必，他们巴不得我们这么做，正好坐实了官仓心虚。本官改主意了，他们想买就让他们买个够。大人，这万万不可，粮仓一空，民心必乱啊！开仓放粮只是第一步，上官婉儿传我将令。在，命城外驻军押送粮食入城，务必让全城百姓都看到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运进来。按我说的做，临江城1日之内粮价必跌。见此令牌，如陛下亲临。即刻起封锁城门，一粒粮食不得出城，违令者杀无赦。是。是朝廷的赈灾粮，我们的粮食到了，陛下没有忘了我们啊！陛下有旨，特批10万车粮食赈灾，人人有份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粮，那车里装的一定是沙子。这点小伎俩也想骗过老夫？给我买！倾家荡产也要买，把官仓里的真粮食给我买光！事已至此，只能跟林老共进退了。封了城，粮食运不出去，官府又无限量卖粮，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成本80文，现在卖100文还能赚，再等下去就血本无归了。卖，全都给我卖了，100文1斗。他卖100，我卖95，清仓大甩卖了93文，我的成本低，都来我这买。大人，这粮价就这么跌了？这些外地粮商最怕血本无归，只要有一个人扛不住，其他人也定会扛不住。1刻钟不到，粮价暴跌近100文，大人的手段，下官叹为观止。哼，杜大人，这只是个开始，真正的好戏还没上演呢。大人一番话如醍醐灌顶，下官拜谢大人提点。高公子，要是这些外地粮商真的铁板一块，硬挺着不抛售，那又该如何收场？这是人性，无法抑制。临江城4大粮商成本低，自然不慌，但这些外地粮商不同，成本高昂，人心难齐。这个时候，哪怕是一丁点的风吹草动，都会让他们风声鹤唳。他们的恐慌抛售是一件必然的事情。再者说，若是真无一人抛售，那本官就以死谢罪，拿着人头向陛下交代便是。脑袋掉了，碗大个疤，算得了什么？大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心态，下官佩服。那高大人为何自从张贴榜文那日起，便令宫中禁卫贴身保护，甚至还在官袍里内穿了一层甲胄？不止如此，大公子还令奴婢寸步不离，说万一有刺客，可以拿奴婢挡一下。
天气转凉，多穿一件，多穿一件。临江城大势已定，不必再看。回府，回府。对了，杜大人，既然市面粮价已经跌破100文，那就命人去大肆扫荡，再贴榜文。官仓粮食充裕，再降15文，只要90文一斗。下官立刻就去办。高玉，林老，大事不好了！外地粮商全都在疯狂抛售，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已经跌破100文了。放屁！我4家独大，哪儿来这么多外地粮商？外地粮商。铁板一片，杜大人，你太高看他们了。在这天下，利益之下无朋友。老夫知道了，老夫全知道了。那高阳小儿竟如此阴险毒辣。林老，您知道了什么？快说啊！抬高粮价，吸引外地粮商开仓放粮，逼他们恐慌抛售，好一个阳谋，好一个釜底抽薪。老夫玩了一辈子鹰，到头来竟被鹰啄瞎了眼。高阳小儿，好生歹毒！林老，县衙又贴榜文了，官仓粮价降到90文一斗了，而且他们正用我们买粮的钱，在外面收购93文的粮食，倒赚3文钱。高阳，老夫小瞧你了，这场争锋还没结束，外地粮商的粮有限，县衙的粮是假的，只要我等同心协力，锁住粮食不卖，粮价还有机会回到100文。但若是我等中有人先抛售，那临江城就真的完了，我们也完了。林老说的对，我临江城4大家族向来同进同退，我钱家绝不做那背后捅刀的小人。没错，我4大家族情同兄弟，岂会做那损人不利己之事？林老放心，我等必然共同进退。林老同舟共济。林老保重，我这就回府下令，一粒粮食都不准流入市场。同进同退？呸！谁他妈不卖谁是傻子！立刻传我命令，府中所有粮食以88文一斗的价格，给我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抛售。快！林老，我这就去吩咐。蠢货，老夫不卖，等他们3个王八蛋偷偷卖嘛。到那时，老夫就只有死路一条，先下手为强，明面上不卖，私底下给我联系黑市，以87文的价格，能卖多少卖多少。快去！林老，粮价已经跌破80文了。同富贵容易，共患难难。报！启禀大人，临江城粮价已低至90文一斗。报！已低至86文一斗。报！80文！大人，已经跌破80文了。75文！大人，临江城粮价已低至75文一斗。这茶不错。大人若是喜欢，待你回京，下官备上一些，自掏腰包，纯属人情往来。茶就不必了，折现吧。本官不喜欢俗，喜欢直接点。高御史，玩笑，开个玩笑嘛。上官大人何必当真？大人，下官还是好奇，为何4大粮商会败得如此之快？他们的团结因利而生，也必将因利而散。大前连汉3年，在他们眼中
明年是丰年的概率极大。一旦新粮入市，他们手中高价囤积的陈粮就是一堆烫手的垃圾。口头约定不过是笑话，每个人都会想，我不卖，他们会不会偷偷卖？一旦他们卖了，死的就是我。这种心理之下，踩踏是必然。但降粮价只是治标，临江城之危根本原因在于暴雨冲田，百姓失去了收入来源。对真正的穷人而言，50文和250文没有区别，都是买不起。所以翻修府衙、举办赛龙舟，为的不是享乐，而是给百姓一份工钱，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大人有王佐之才，下官心服口服。大人，钱家率先将粮价压至70文一斗了。这个价格已经远低于清水城了。好了，任务完成，该回长安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杜大人了。大人这就要走？后续计划都在这里，这份政绩你比我更需要。我得赶紧回去了，再不回去，长安城怕是要被我那2封弹劾奏折给炸翻了天。后续还会有外地粮商赶来，一并闷杀，割他们的肉，充实临江城的府库。大人对下官的提携之恩无以为报，这点本地薄礼还望大人收下。杜大人有心了。大人，那可是您足足3年的俸。本官2次弹劾高大人，险些坏了大事。若不聊表寸心，我杜江还算是人吗？回府取我笔墨，本官要3奏女帝，为高大人请天下第1功，以最快速度送达长安，直呈陛下。高公子，临江城茶叶又不贵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上官大人此言差也，心意大过一切嘛。这可是我去青楼听曲的启动资金，能不紧张吗？不对，你这盒子里装的根本不是茶叶，给我看看。哎，上官大人，男女授受不亲，马车颠簸，万一磕了碰了摸到哪儿了，我可是会喊的。你还要喊？我明白了，你故意耽搁半个时辰，就是给都江取银子的时间。高阳，你这是当众受贿。上官大人，你要这么想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觉得是，那就是吧。你那不是宋家大小姐吗？她在这等谁？你不知道，崔状元今日凯旋归来。快看，是崔公子。听说他只用了7天，就让清水城粮价大跌，真是状元之才啊！青青奉父亲之命，特来为崔公子接风洗尘。有劳宋小姐轻迎，崔某荣幸之至。请跟我来。崔状元已归，高天龙，明日早朝，看你高家如何覆灭。欺人太甚，这宋家竟敢当众去迎接崔星河，这是半点脸面都不给我定国公府留了。可宋家趋炎附势，人之常情。此等女子未能入我高家门，是幸事。崔星河已回，明日早朝，杨儿他怕是凶多吉少啊！这个孽畜为何要行此险招？老夫倒是欣慰。欣慰？再蠢的纨绔也不会行此荒唐之事，这代表杨儿在用奇招，再奋力一搏。我定国公府宁可站着死，也绝不跪着生。与其在平庸中走向灭亡，不如奋力一搏，鹰击长空。棋盘尚未落子，又岂能轻言胜负？崔星河稳定了清水城，而你却让朕颜面尽失。高阳，难道真是朕看错你了吗？纸上谈兵，终究不堪大任。报！陛下，上官大人和杜县令同时派来800里加急，指明要陛下亲启。同时送来，难道临江城大乱了？呈上来。1日之内
报降150文，甚至要降到50文1斗。好一个定国公之孙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御史台，明日早朝，朕要好好的出一口恶气。陛下驾到！众卿平身，今日朕要论功行赏。陛下，崔状元7日之内令清水城粮价低至80文，实乃王子之才，老臣恳请陛下重用。陛下，高下立判，还请陛下有功重赏，有过重罚。陛下任人为亲，致使临江城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，实乃暴君行径，必遭史书唾弃。陛下，临江城之危，臣深感痛心。臣身为大前臣子，愿即刻前往临江城，为陛下分忧。崔状元大才，不计前嫌，心系百姓，实乃我辈楷模。众爱卿都说临江城粮价暴涨，民不聊生。宣监察御史高阳上官婉儿圣殿。可朕怎么听说临江城的粮价已低至70文1斗了呢？此子必成大器。不可能，临江城粮价70文，绝无可能。70文？前2天不是还200文吗？这是临江府衙渡江昨夜800里加急送来的奏折，上面写着临江城粮价1日之内暴降至70文，并且还在下降。高阳利用商贾贪婪，诱外地粮商入城，尔等自己看。抬高粮价，诱敌深入，开仓放粮，一击致命，天下竟有这等手段。杨儿，他真的在藏拙，雏鹰当振翅高飞，鹰击长空。可他重修县衙，举办大赛，大灾之年，如此鱼肉百姓，又作何解释？这个问题，朕也好奇。臣高阳拜见陛下。好小子，有老子当年的3分风采。高阳，你手段高超，朕已知晓，但重修府衙，举办龙舟赛，压榨百姓，你可知有多少人弹劾你？高御史，灾民食不果腹，你却大兴土木，不合适吧？欺压百姓，此乃大罪，请高御史给天下一个信服的理由。在此，我想问诸公一个问题：临江城粮价即便跌至50文1斗，但那些最底层的灾民真就买得起吗？朝廷又有那么多的粮食去赈济全城百姓吗？一味的开仓放粮，只能延缓死亡，百姓无功可做，无钱可赚，这才是根本。真正的手段当是以工代赈，让百姓有活干，有钱赚，如此方为王道。以工代赈。高御史，老夫有疑问，何为以工代赈？回丞相，大灾年间，灾民无银买粮，但他们有力气翻修县衙，并非压榨，而是让豪绅们看到，为了一口饭，百姓的劳力很便宜，以工钱换活路，这就是以工代赈。好一个以工代赈！此法看似狠毒，实则救民。朕
果然没看错人。就算如此，10文一天也太过苛待，这与压榨何异？王老将军不懂民生，不必开口。高阳小儿，你敢辱我？我定国公府的人，轮得到你威胁？哼！杨儿说，让他们好好听听。孙儿明白，府衙若给高价，当地豪绅谁会跟风？豪绅雇人只因便宜，府衙必须当这个恶人。府衙压价，豪绅再烧抬高价，既得了名声，又省了工钱，无利无名，他们凭什么趟这浑水？我眼中的压榨，竟是救命之策。输了，我输得一败涂地。高阳，你去寺庙，恐怕不只是为了拜佛吧？陛下圣明，臣去寺庙只为2件事：一，看他够不够救；二，抛出我佛慈悲的旗号。趁现在翻新，既省钱又能收拢民心，这笔买卖他们没理由拒绝。那么赛龙舟呢？大灾之年办活动，又是何意？以免税3年为饵，引天下商贾蜂拥而至。百姓爱热闹，人一多，吃住行皆是商机。拉长赛制，广设摊位，3策齐出，灾其自过。但如此一来，你可知你会背负万民骂名？区区骂名，若能救活1000人10000人，又有何妨？我定国公府的家风向来如此。高御史大才，实乃我辈楷模。信你才有鬼。陈延征错怪高御史，胡言乱语，恳请陛下从重责罚。罚？当然要罚。尔等皆为我大前古公之臣，却无一人能看出此等救灾良策。延征、王忠、宋礼，罚俸2月，以儆效尤。臣遵旨。高阳，你平灾有功，想要何赏赐？臣想入主户部，为国效力。户部？这孽子疯了，放着天子近臣不做，去户部干嘛？准。赐高阳户部员外郎之职，监察御史之位保留。崔新和平灾亦有功，升中书舍人。臣谢陛下隆恩。臣谢恩。这是他高阳不要，才轮到我的吗？高阳，总有一日我会证明，我崔星河绝不比你差。中书舍人，天子近臣，为何不要？擅长商贾之道，终是小道，伴君左右方为大道。杨儿，你此举糊涂。父亲，爷爷误会了。父亲，您是户部侍郎，尚书大人又年迈，我进去那不是可以横着走吗？这才是正道。再说，中书舍人代表陛下颜面，不能胡来。孩儿素来荒唐，喜欢去风雅之地听曲，常去。御史台肯定要弹劾的嘛，都是男人，你们懂的吧？孽子，今日你难逃一打。哎，怎么还恼羞成怒了呢？将临江城的一切一字不漏说给朕听。是。运筹帷幄，算无一策。这高阳真是个人才。婉儿，你如何看他？此人虽有经世之才，但亦正亦邪，而且十分大胆。哦，大胆？他还想看臣的腿。哼，的确大胆，但他不只对你大胆。自朕登基，敢在金銮殿上公然偷看朕腿的，唯他一人。什么？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？陛下，此等狂徒当挖其双目。无妨，
女帝又有谁不想征服呢？但又有谁能征服得了呢？哇！孽子，愣着干什么？这是你该享受的荣耀。晚些再跟你算账。我就知道我儿有鸿鹄之志，这下该我李氏在长安城威风了。哥哥，我要吃桂花酥。好，区桂花酥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哥，我要小娘子，能要多少有多少吗？孽畜，10日的禁足还不够吗？都散了吧，成何体统？是。杨儿，你随我去后院，老夫有话要说。祖父，这小院风景虽好，但不太安全。你这毒誓倒是谨慎，坐吧。为何要藏拙？定国公府树大招风，孙儿若是纨绔，会令许多人安心。你的伪装未免也太像了，差点连老夫都想亲自清理门户。好吧，孙儿摊牌了。我本想当一辈子纨绔，奈何新帝登基，朝局动荡，只能挺身而出了。这个理由倒有些信服力。老夫不问你的秘密，只想问你当日接下求贤诏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祖父指的是跟老夫装糊涂。你从胭脂阁出来便接了皇榜，这背后必有蹊跷。若是被人设计，此仇难以启齿。当日是荣亲王之子武成设宴，他故意挑衅，孙儿一时冲动才接了求贤诏。一时冲动，还是心甘情愿？这老头子精得跟鬼一样，是武成用宋家小姐宋青青来激我。为一女子赌上整个国公府的前程，传出去岂不让天下人笑掉大牙？你可知那宋家小姐昨日已在城门亲迎崔星河回京？意料之中，因利而退婚，自然也会因利而接近新贵。不出3日，她必会再来寻我。那你待如何？长安可都传遍了，你对她一往情深？娶回来当定国公府的主母，如何？你看那是什么？一根棍子。此棍虽普通，但断你3条腿，只需3棍。孙儿开个玩笑，此等女子，孙儿绝不会再与她有半分瓜葛，定会让她为今日之举悔恨终生。很好，说回正事。荣亲王权倾朝野，他儿子敢设计你，背后必有他的授意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自然是加倍奉还。若无荣亲王首肯，武成不敢如此。朝堂弹劾也必有他的影子。他这是想借我之势削祖父的兵权。好，你能看透此节，老夫很欣慰。放手去做，定国公府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孙儿心中已有一计，只需10日布局，时机一到，可令荣亲王满门抄斩。满门抄斩，他可是辅政王，手握先帝御赐的丹书铁券。丹书铁券可免死罪，确实麻烦，但孙儿自有手段。好一个少年峥嵘，老夫等着看你的手段。孙儿告退。本想当个纨绔，勾栏听曲，逍遥快活，奈何身处这漩涡，不进则死。也罢，前世唯唯诺诺，今生自当重拳出击。没有滔天权势，如何浪得起来？
毒誓，这便是毒誓的手段了。兵不血刃，直指满门抄斩。若真能除掉荣亲王这颗钉子，我定国公府可再兴100年，老夫纵死亦可含笑九泉了。大公子，您回来了，房间已经打扫好了。这衣服不好，改日本公子带你买套好看的长裙。大公子，一套长裙可要不少钱呢。奴婢，区一套长裙算得了什么？绿萝，我从临江城带回来的茶呢？奴婢是按照您的吩咐放在床头的，可是您被老国公叫走没多久，茶叶盒就被老爷拿走了。父亲大人，哼，算你这个孽子有点良心，还知道给老夫带些临江城特产。我儿有心了。什么时候呈给他的特产了？孩儿什么时候说那茶叶是送给父亲大人的？孽子还想瞒着？上官大人派人告知，说这茶是你特地孝敬老夫的，尽孝还遮遮掩掩，要旁人提醒。上官婉儿，我的钱，孩儿是想给父亲一个惊喜。对了，这茶珍贵，父亲大人切忌一个人品尝。孝心归孝心，一码归一码，趴下，屁股翘着。父亲大人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这孽子，放着中书舍人不要，要去户部混吃等死。今日为父，必须让你长长记性。明知临江城手段凶险，为何不派人告知？害得全府上下为你担惊受怕10日。明明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却非要藏拙当纨绔欺我，该打。今天怎么这么痛快？不对劲儿。这一切都怪孩儿，是孩儿太怯懦了。孩儿每次想光耀门楣，都怕弄巧成拙，更怕父亲的毒打。中书舍人若能当上，定能成为母亲大人心中的骄傲。可孩儿害怕事务繁杂，竟主动让给了崔星河。父亲大人，您打吧，抽死孩儿吧。孩儿这怯懦的性子是没救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杨儿，万万不可干傻事啊！高峰，你看看，你都把杨儿打成什么样了？他如此怯懦，都是你这个当爹的难辞其咎。夫人，这孽子在装啊！他在金銮殿门口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他还不是怕你打才那么说的。谁在百里之外还惦记着给你送茶叶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今日你敢动他一根指头，真逼得杨儿想不开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杨儿若真做傻事，我也不活了。孽子，你敢设计为父，你给为父等着，这事没完。夫人，等等我。好险，差点屁股开花。不过老爹不会真把那茶打开吧？那乐子可就大了。谁要见本公子？草民陈胜，临江人士，见过高公子。临江来的，你一路追到了长安？是，草民曾在临江城许诺，若公子能平定梁家，草民便前来投效。那若我没能平定呢？自当以命换命。只是公子出门总有侍卫紧随，草民没找到下手的机会。这老实人也太实诚了。本公子可不是什么大善人，若以后要你做违心之事呢？只要不屠戮无辜百姓，陈胜这条命就是公子的。有点意思，留下来吧，试用期3个月，俸禄照发。谢大人。是，试用期。公子大才，这试用期3字合情合理，只不过这俸禄得由公子您自己来发。我发？老爷正在气头上，您知道的。包吃包住总行吧？自然。去府衙查查案底，再派人去临江，把他妻女一并接到长安照料。勾栏听取的本钱没了，现在还多了张嘴要养，必须搞钱。上官婉儿这笔账我记下了，还有那个武成也该会他了。天气反复，莫要着了风寒。谢陛下，臣没事。许是高御史正在背后骂我呢。哦，
你又如何招惹他了？臣只是派人告知高峰侍郎，说他儿子给他带了孝心，让他自去取罢了。你啊，高阳可不是善茬，小心他报复。陛下可是有烦心之事？藩王拥兵自重，荣亲王借病不上朝，广阳郡大灾初定。这大前看似平静，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朕是女帝，他们不服啊。陛下，事在人为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朕有信心。报！关中郡守800里加急，关中大旱数月，爆发蝗灾，100万百姓流离失所，恳请陛下火速赈灾。什么？蝗灾？关中怎会爆发蝗灾？刘武800里加急奏报，关中大旱数月，蝗虫虫卵大量繁殖，已有苗头。说再放任不管，必将赤地千里，恶殍遍地。蝗灾过境，寸草不生。大前立国以来，数次蝗灾，皆是人间惨剧。传朕旨意，急召朝中3品以上大员，1刻钟内齐聚御书房，迟到者后果自负。是。等等，再宣户部员外郎高阳一同旁听。是。朕刚继位，先是洪涝，又是蝗灾，难道真是天要亡我大前吗？这古代长安果然繁华，得找个法子搞钱，没钱寸步难行啊！大人，我们来这时，踩点，武成敢设计我，就要有被报复的觉悟。朝堂之争，不是你死就是我。大公子，王府出来人了。就是他，荣亲王之子武成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大人有何吩咐？这几日你盯着他，摸清他的生活规律。大人放心，跟踪杀人，属下都在行。去吧。老大，我怎么感觉街上那些姑娘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劲？大公子，他们应该是怕您晚上用棍子打晕带走，或下药夺身，或先杀其夫。我看起来就这么恶毒。您在临江城的手段已经传遍长安，商贾百姓对您畏之如虎。你可以说的委婉点。好剑，买单。客官，一共103文。走，钱被我爹拿走了，现在身无分文。赵大，结账。大公子，属下也没带钱。怎么回事？今天的大官都赶着投胎吗？出大事了。不过我一个6品小官，也轮不到我操心。高阳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了你半天，快跟我入宫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关中爆发蝗灾之危，陛下急召，速速随我面圣。蝗灾，那可是要死几百万人的大事。诸位爱卿思虑良久，就没一个人有办法吗？陛下，自古蝗灾乃天罚，避无可避。依老臣看，只能筹集粮食，做好赈灾的准备。天罚？丞相是说朕登基，上天不容，才降下此灾吗？
老臣不敢，老臣绝无此意。陛下，蝗灾必生民变，臣以为应立即调集大军，提前部署。若有灾民哗变，当即镇压，不可蝗灾未成，便派大军，只会激化矛盾，适得其反。那高大人有何高见？本官暂无良策，但一味镇压绝不可取。够了，这是让你们来想办法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崔仙河，你可有良策？陛下，蝗虫虫乱，深埋土地，难以根除。臣以为只能及时赈灾。仅靠赈灾，关中数百万百姓如何能活？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们易子而食吗？坏了坏了，会都开一半了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高阳小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此等朝堂大义，你一个六品小官也配参加？这老匹夫，我记住你了。高阳乃朕特召。高阳，关中蝗灾在即，你可有解决之法？哈哈哈哈！陛下，此等黄口小儿，怕是连蝗虫都没见过，能有何办法？他若有办法，老夫就舔遍这长安城所有的茅坑。王老将军，男儿一诺千金，那咱们一言为定。不可能，他绝对是在虚张声势。臣有一计，或可令关中蝗虫全军覆没。臣有一计，或可令关中蝗虫全军覆没。这小子，他不是在吹牛吧？孽子，休要胡言！陛下，蝗灾事关百万百姓，不可儿戏，还请高爱卿不必多言。高阳，说出你的计策，朕恕你无罪。陛下，在此之前，臣斗胆请您为我与王老将军的赌约做个见证。朕听到了。现在说你的计策。臣有3计，第1计抓。朝廷颁布圣旨，百姓抓捕蝗虫，可按斤两换取粮食。此令一出，百姓必定闻风。本将军还以为是什么妙计，荒谬！用粮食换没用的虫子，朝廷的粮食大风刮来的吗？比例低了百姓不动，比例高了国库亏空。高阳，此计确实欠妥。陛下，谁说蝗虫无用？这第1计需与第2计配合，方有奇效。第2计是什么？是吃。朝廷将收来的蝗虫统一处理，油炸、火烤、晒制成干，其味香脆，堪比飞虾。制作出的蝗虫干可作为军粮，亦可卖给商贾，所得钱款正好弥补换粮支出。变废为宝，自给自足，好一个妙计！这他妈也行？陛下，此计绝不可行。那后面不走。臣博览群书，时有记载，灾年百姓饥不择食，确有食荒者，但食之少量尚可，多则腹泻不止，上吐下泻，这足以说明蝗虫有毒。高大人让天下百姓吃毒虫，是何居心？崔状元所言非，老臣曾在青州任职，亲眼见过食蝗百姓病倒一片，此法万万不可。
陛下，这高阳进出昏招，祸国殃民，请立刻将他拿下问罪。高大人，本官承认你有大才，但此计祸国殃民绝不可行。历史上从未有靠吃来解决蝗灾的先例。崔大人，你说的对，但也不全对。我之前确认过，关中是虫卵居多，还是飞蝗已成灾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这有何区别？各位可知，蝗虫分2种形态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可是时候搬出那本不存在的古籍了。蝗灾未发，蝗虫独居之时，通体翠绿，此刻无毒，肉质鲜美，富含一种名为蛋白质的营养。炸过之后，其味胜过飞虾。蛋白质是何物？陛下可理解为大补之物，但一旦蝗虫成群结队，遮天蔽日，数小时内便会变为灰黑之色，体内生出毒素，百姓食之才会腹泻难受。崔大人所言正是这第2种。荒谬，简直是妖言惑众！绿色的虫子如何会变成黑色？陛下，此子胡言乱语，臣请重罚。崔爱卿，古籍可有此记载？陛下，蝗虫确有绿、黑2色之分，但独居无毒，群居有毒之说，闻所未闻。臣以为太过冒险。为天下百姓，臣愿以身试毒。朝廷所捕蝗虫，臣愿第一个试吃，并且所有绿色蝗虫，臣愿出资收购，为国分忧。这可是后世几块钱一串的抢手货，既能赚大钱，又能刷声望，一举两得。高大人，此事关乎百万生民，一旦有误，定国公府也难辞其咎。慎言啊！陛下，臣定国公府愿以全部家产为孽子作保，臣也愿陪他一同试吃。这老头子，好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朕信你，此事便依你之计，所需钱款从朕的内库出。内库？差点听成内库，吓我一跳。高大人，就算绿色蝗虫无毒可食，但关中大地遍布虫卵，孵化出来的必定是群居有毒之蝗，这又该如何解决？崔大人问得好，臣还有第3计，生物防治，天敌相克。全对。蝗虫的确喜爱河水退潮后的黄滩，这些秘辛非好手穷经之辈绝无可能知晓。你究竟是如何得知的？这全是那位仙风道骨的老人所赠古籍中的记载，反正死无对证，随便我编。臣也是结合史书印证才敢断定，还请陛下速速决断，赈灾救民。高阳，你速去将这位老仙长请来，朕愿以国师之礼待之。陛下，臣与那位老仙长只有一面之缘，此后便杳无音讯，说不定早已羽化登仙了。此子所言虚虚实实，但眼下计策为重。既然老仙人传你衣钵，那此次关中赈灾便由你。陛下且慢，臣乃一介文弱书生，只会纸上谈兵。这率领5万积压大军之事，臣恐难以胜任啊。那以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依臣看，此次赈灾主帅当是一员战功赫赫的猛将。黄老将军能文能武，久经沙场，想必对蝗虫习性也极为了解。
臣相信，由王老将军率领5万压兵机将，定能旗开得胜，大破蝗灾。陛下，这高阳言之有理，用机如用兵，非大将不可。王老将军为了关中100万百姓，便辛苦你走这一遭了。传朕旨意，加封破虏大将军王忠为骠骑大将军，即刻征调长安积压，火速驰援关中。臣领旨。高阳，生物防治虽好，但朕要万全之策。你刚才说，若蝗灾已成，遮天蔽日，法子不多。言外之意，还是有法子。不错，若蝗灾真到那一步，臣的最后一计便是火攻，判断蝗虫诡计，以一地粮食为诱饵，混入易燃之物，待蝗群聚集，一把火将它们烧个干干净净。好狠！这家伙简直是活阎王。高大人，此计是否有损天和？蝗虫亦是生灵，如此大火，太过残忍。残忍！蝗灾过后，恶遍地，一字而食。雷大人，你告诉我，那些百姓的命就不惨吗？蝗虫害我大钱百姓，死不足惜。朕支持火攻。陛下，臣有一忧，百姓愚昧，视蝗灾为天罚，见蝗虫入境，非但不捕，反而跪地祈求，人心不齐，只怕灭蝗之效微乎其微。陛下，严大人所言极是，蝗乃天灾，非人力所及，此观念根深蒂固，乃灭蝗最大阻碍。高阳，你可有办法？办法自然是有的，只是，罢了，还是不说了。高阳，事关江山社稷，有话直言，何必遮掩？陛下，户部员外郎有策不献，此乃欺君之罪。陛下，这可是你们逼臣说的，那臣就说了，还请陛下恕臣无罪。讲，朕恕你无罪。破除迷信，须有神迹。陛下乃真龙天子，万民之主，只需……陛下当着天下万民之面，亲口吃一个蝗虫。疯了，他不要命了！高阳，你胆大包天，蝗虫何等污秽，竟敢让陛下去吃，其罪当诛。陛下乃95之尊，万金之躯，岂能食此害虫？恳请陛下严惩此等无礼之徒。陛下，此子其心可诛啊！孽子，休要胡言乱语！完了，这混账是想把我们高家9族都送走吗？让朕吃蝗虫，光是想想那东西的样子，就令人作呕。陛下，百姓愚昧，深信蝗灾乃天罚，此等心结若不以雷霆之势破除，蝗灾必将糜烂千里，后不堪设想。够了，为了关中100万子民，为了我大钱江山，区蝗虫，朕吃。好魄力，不愧是女帝。可是陛下，您需坐镇长安，稳定朝局，如何能亲赴关中？高阳，可有两全之策？臣倒是疏忽了这一点。这可真是难办啊！鱼儿该上钩了。小儿看老夫作甚。臣还有一策，陛下无法亲至，可由王老将军代劳。王老将军即将统帅骠骑大将军，手持圣旨，如陛下亲临，当着万民之面吃下蝗虫，自称灭蝗仙人，
破除迷信，百姓定然信服。耳目闭的，这小畜生又来坑我！王老将军，为了关中百姓，就辛苦你了。末将当仁不让，区区蝗虫，待末将去了关中，先吃他一滴下酒。好，王老将军真乃我大前良将。王老将军若是年事已高，不便劳累，臣心中还有几位更合适的人选。哦，比如陛下身边最亲近的上官大人，待天女出巡，亲尝害虫，也是一桩佳话。这混蛋，他是在报复我。开玩笑，得罪了这些皇亲国戚，特别是这位陛下的心尖儿，我还有好日子过。不必了，老夫一人足矣。为陛下分忧，为万民解难，末将万死不辞。这小子是魔鬼吗？王老将军此去，事关关中百万百姓，其中委屈，朕都清楚。待将军凯旋，朕必重赏。臣多谢陛下，定不负圣恩。下去吧，关中灾情耽误不得，各部全力配合。其余人退下，户部员外郎留下。黄口小儿，老夫记住你了，给老夫等着。陈高阳，恭祝骠骑大将军一路顺风，凯旋归来。哥哥，我养了你2年半的哥哥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斗鸡也是鸡，战斗力更强，带走。高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气场，真不愧是女帝。臣何罪之有？赌约是王老将军自己提的，代劳也是因陛下无法亲至。臣一切都是为了大钱啊！你的意思是，朕冤枉你了？臣错了。错哪了？臣不知，但陛下说臣错了，那臣就一定错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朕就不多说了。王老将军有错在先，此事扯平，适可而止。臣一向尊老爱幼，陛下放心。你可知朕单独留你是为何？臣猜是为了那5万只鸡鸭的后续，陛下正在发愁。不错，蝗灾过后，这5万只鸡鸭回京，该当如何？此事不难。其一，征调是借，以瘦鸡换回吃蝗虫长大的肥鸡，百姓不亏。其二，长安鸡鸭扫空，附近几城尚不知情，陛下可派人火速低价采购，再高价投入长安市场。如此一来，赈灾成本便大大降低了。妙，此计甚好。你觉得这蝗灾真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吗？陛下，这纯属无稽之谈，不过是一种生物现象罢了。朕也不信，朕倒相信人定胜天。不过臣必须提醒陛下，生物防治只是降低危害，真正难的一直都不是蝗灾，而是蝗灾之后的颗粒无收。陛下要做好赈灾的准备。国库空虚，关中数百万百姓受灾，光靠国库的粮食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这场大灾注定会死很多人。陛下，臣倒是有几个法子，若能施行，或可少死很多人。高阳，军前无戏言。臣自有把握。臣的法子在于玩弄人心。其一，赈灾需派一名大贪官，最好是被贬的那种。什么？派贪官赈灾？那岂不是让他们中饱私囊？这姑娘脑子转的还是慢了点儿。上官大人，此言差矣。贪官虽贪，但能力不俗。只要陛下将此事与他的项上人头挂钩，赈灾有利则升官，赈灾不利便问斩。他自己就是贪官，底下的小鱼小虾谁敢在他眼皮底下伸手？为了活命，他会绞尽脑汁，甚至用些损招。但只要能救民，损又何妨？其二，若灾情过重，可让心腹接管，再以那贪官之名放出要坑杀流民的风声。天下世家最重名声，
届时必然会假惺惺的出钱出粮博取美名，此乃阳谋。事后陛下再雷霆震怒，杀了这贪官，以平民愤，一石三鸟。妙，高阳，你今日真是令朕刮目相看。有此妙计，关中可少死数十万百姓。明日早朝，朕倒要看看那些尸位素餐之辈会是何等表情。你连献2计，想要什么赏赐？陛下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哦，既然高爱卿客气，那便当朕没说。别啊，陛下金口玉言，岂能反悔？行了，说吧，朕有功必赏。臣想要一道令牌，这几日避避难。避难？唉，还不是拜上官大人所赐。家父至今还未打开那茶盒，万一哪天兴起，臣怕没块令牌护身，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。你这毒誓果然是谋定后动，谨慎得很。这是朕的随身令牌，见此令如朕亲礼。告诉高侍郎，他的儿子已是国之栋梁，再打就不合适了。臣多谢陛下。下去吧，朕乏了。荣亲王休养多日，派太医去看看。若无大碍，明日也该上朝了。是。天下贪官的银子不少都进了他的府邸，朕倒要看看，听了高阳的妙策，他会是何等表情。陛下似乎很看好高阳。以他之才，可为我大前宰相，便是崔星河与徐玄机2人加起来，亦有不及。什么？但此人优缺点都太过明显。优点是洞察人心，有惊天伟地之才。那缺点呢？贪财好色一样不差。刚刚这2个时辰，他看了你的胸前25眼，但看了朕的腿，足足173眼。还以为能逛逛后宫，结果连条狗都没看到。孽子，上车！陛下单独留你，乃无上恩宠，你可有半分不敬之举？父亲放心，孩儿全程目不斜视，恪守臣节。一棵树和一片森林的道理，我还是懂的。你这次反击王忠，手段太过激烈，怕是会不死不休。父亲，您觉得屡屡弹劾我定国公府的，只有他王忠一人？你是说背后是荣亲王？从孩儿被构陷开始，这场争斗就已不死不休。荣亲王想以我定国公府立威，逼朝臣站队，进而威胁皇权。祖父的意思是让父亲拨些银两，孩儿要搞死荣亲王。好，此事关乎家族存亡，你放手去做。大公子，您回来了。这宋青青的信，宋小姐差人送来，说务必交到您手上。回话的人还在吗？告诉他，在我们初见的地方不见不散。是，老奴这就去为您备马车。备车干嘛？耍耍他罢了。这信拿去喂狗。听见没？快按大公子的吩咐办。大公子，98号技师绿萝为您服务。这服务，这技术，放后世不得几千块。要是再换上超短裙，等等，服务会所。明日有必要去考察一下竞争对手了。父亲大人，杨二要设计荣亲王，我们真的不插手吗？有何不妥？荣亲王权倾朝野，党羽无数。杨二虽有计谋，但毕竟年轻，朝堂险恶，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啊！他都骑在我定国公府的头上拉屎了。
难道还要忍？父亲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担忧。哼！你太小瞧杨儿了，一次是巧合，2次是意外，但能让陛下侧目解决蝗灾，还能借势驱逐王忠，这等手段已不逊于朝中那帮老狐狸。如今趁着老夫尚在，能为他兜底，正好让他试试手。此乃老夫梦寐以求之事。孩儿明白了，那我这就去府中拨1000两白银送去，助他行事。等等，拨1000两白银作甚？不是，父亲大人您让拨些银子给杨儿对付荣亲王府吧。老夫并未说过。这个孽子，他连他老子都骗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罢了，他要便给吧，只要不是给宋家那小妮子花，都无妨。就怕他有钱就往胭脂阁跑啊！人不风流枉少年，去了也好，尝了滋味，才不会被那宋家小妮子迷惑。对了，吩咐下去，明日老夫邀了好友商讨兵法，让杨儿一旁候着学习。能得几位将军亲授，是他的福分。嘿，没想到老爹还真上当了。办得不错，赏你的。下次本公子还点你。公子，那您还需要别的服务吗？不正规的多少钱？大公子，奴婢还要去夫人那一趟，就先下去了。本公子加钱。不给钱还能考虑考虑，给钱这算什么？真是的。这古代纨绔生活真不错。小姐，3更天了，高公子他只怕不会来了。不可能，他许是有事耽搁了。春乔，你再去打听打听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奴婢在定国公府外发现了这个。这不是我的信吗？怎么，像是被狗啃了一样？小姐，您说对了，这是奴婢在府外的狗窝附近捡到的。为了这封信，奴婢还被狗追了一条街。狗窝？完美。出发，考察市场，勾栏听曲。大公子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本公子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当然是去为大钱的文化娱乐事业做贡献。大公子，您现在恐怕去不了。为什么？给本公子一个理由，这关乎我的会所大业，关乎大钱万千男同胞的幸福。老国公有令，今日府中有贵客临门，点名要您在一旁候着，学习兵法。学习兵法？我操，差点忘了，我这个玩心计的毒士出身是将门啊。况且，大公子，您这架势可不像是去听曲的，倒像是准备去过夜的。是吗？本公子不懂。右威卫大将军秦正国道，左威卫大将军吕震道，副国公赵破奴道。老国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矫情，不必多礼。
儿母婢的。老国公，你家那小子最近可把老子都吓了一跳。商贾活阎王，蝗虫活阎王，现在倒好，又成了官员活阎王。前2个老夫知晓，但这官员活阎王从何谈起？今日早朝，陛下下旨，竟启用了大贪官常洪负责关中赈灾。陛下，此乃昏君之举。陛下若一意孤行，臣等便头撞死在这金銮殿上。什么？陛下怎会如此糊涂？哈哈哈，我们当时也这么想，可陛下的死命令是：赈灾有力，官复原职；赈灾不济，诛灭九族。这还不算完，陛下还有后手。若长虹不成，就放出欲坑杀流民的假消息，逼天下世家出手，再杀了长虹，以平民愤。是，好毒，好绝，以贪治贪，以恶治恶，这计策，可这如何会牵扯到杨儿？陛下的性子，整个朝野谁人不知？这等阴毒狠辣的连环计，绝非出自他手。而昨天下午，他唯独留下了你家大孙子。在这大前能想出这么阴损招数，除了你家高阳，还有谁？这臭小子干得漂亮！哈哈哈，那1000两银子没白瞎。老国公，别藏着了，快把你那宝贝孙子叫出来，让老夫们好好瞧瞧。对，老子倒要问问这小子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鬼东西。来人，去唤杨儿前来。老国公，你这就不地道了啊！府里出了这么个了不得的毒事，就拿着破茶招待我们？各位老将军，犬子前日从临江城带回一盒好茶，孝敬父亲大人，至今未开封，今日正好拿来与各位品尝。来人，去我房中将柜子最里层的那个茶盒取来。难得，老夫今日可要好好瞧瞧了。毒誓，笑道：“这帮老将军在聊我什么呢？”大公子到了。小子高阳见过各位老将军。混小子，长得倒纯真，肚子里坏水却不少，就是太瘦，跟个娘们似的。不仅瘦，还虚。有空来老夫府上传你祖传强肾之术。这哪是将军，简直是一群土匪！都是粗人，别客气，我等都是你爷爷的生死袍泽，喊什么老将军、太监外，叫爷爷就行。这是吕大将军、秦大将军和赵护国公，喊人吧。算了。这辈分喊爷爷确实不亏，吕爷爷好，秦爷爷好，赵爷爷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呵呵，这娃不错。听说宋家退婚了，老夫有个孙女儿貌美如花，今天便宜你小子，许给你了。不，我这小身板一拳能给我蛋打爆了。吕爷爷。小子刚被退婚，对情爱之事已心如死灰，还是免了吧。老夫唐突了，宋家那帮短视的，你放心，就冲你这声爷爷，老夫必给你出头。今日朝堂上，陛下所说的赈灾之策，可是在你背后谋划？正是，小子。不错，老国公后继有人，我等深感欣慰。老爷，茶盒取来了，打开吧，给各位老将军满上。此等好茶，理应共享。茶盒，
满伤，完犊子了。父亲大，老爷，这茶杯装不下。孽子，这就是杜大人送你的茶叶。父亲大人，孩儿提醒过您，这不能怪我。拿错了，去把老夫珍藏的春茶取来。哎，老夫眼瞎耳聋，什么都没瞧见。岁月不饶人啊！孽子糊涂，我先带下去教导一番。父亲大人，今日这教导怕是得免了。陛下，御赐的玄铁令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昨日献祭，幸得陛下赏识。陛下特地嘱咐，孩儿乃大前肱骨之臣，打不得。计划通料敌于先，防奏议事必须拉满。哈哈，早就听闻你家小子是谋定后动的毒士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连自家老子都算计进去了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今日叫你们前来，是为商讨兵法。当今陛下开拓之志远超先皇，我等这把老骨头或许还有用武之地。大楚今年改革，野心不小，今日便议，若我大前伐楚，如何以最小代价克敌制胜？大楚城墙坚固，地广人稀，攻城代价必然惨重。自古以来，这就是最难啃的硬肉。废话，这谁不知道？要你说，我等今日是来商议如何减少伤亡。于老弟，那你有什么高见？说来听。行了，要吵架，府里有马槊，出去分个生死再回来。或可改良工程器械，多用投石车，再辅以地道器械。投石车精准太差，难焊出。地道耗时耗力，一旦被发现，就是给敌人送菜。那就强攻伤亡5倍于敌，甚至更高。若商议到最后还是这个结果，我等坐在这里还有何意义？当年就是攻楚城，眼睁睁看着弟兄们一个个倒下，那血能染红整座城墙。臭小子，我等在此为国事揪心，你倒清醒，在干什么？吃个荔枝也犯天条了。你小子诡计多端，此刻吃荔枝定是胸有成竹，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就跟老夫练练。祖父，您可得为孙儿评评理啊！杨儿，你且说说，说不好明日就去见吕老将军的孙女，改日成亲。我定国公府的后人，岂能不懂兵法？哈哈哈，小子，你走大运了。我孙女保你见了一次，就忘了宋家那丫头。见他孙女儿，就吕爷爷这长相，他孙女儿岂不是个母夜叉？那我这辈子可就完了。祖父，使不得，强扭的瓜不甜啊。先抱上重孙子再说。罢了，其实孙儿也略懂一点兵法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正所谓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为不得已。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攻城为不得已。这小子竟懂兵法之大成！好小子，老夫看走眼了。你快说，如何攻城才能减少伤亡？如何拿下大楚？各位爷爷，攻城之法，小子以为当以攻心为上。首先，可派少量精锐在城下叫骂，什么难听就骂什么。问候他老娘，编排他老婆，指着鼻子骂他祖宗18代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引他出城。小子，老夫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，
你这计策就像是使盆子镶了金边，中看不中用。各位爷爷莫急，这只是开胃小菜，算不得上乘之法。小子，还有一计。福伯，取一壶米来。各位爷爷请看，这桌子便是大楚国土，这一大堆米就是我们要攻打的坚城，而这些便是主城周围的村庄小镇。臭小子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！若是我领兵，绝不只取坚城，我会先拿这些村庄和小镇开刀。有何用？那些村民手无缚鸡之力，杀了他们也无战功。谁说要杀他们？我要的是敢，让所有楚国子民像羊群一样朝着一个方向驱赶，而那个方向正是我要攻打的主城。想想看，数万甚至数十万难民涌向城门，守将面临一个选择：开不开城门？我军并未大举压境，守将多半会动恻隐之心，但只要他开了门，就是灾难的开始。城中粮草是固定的，涌入10万百姓，就多了10万张嘴。届时我军只需围而不攻，切断补给。绝了！以敌之民，耗敌之粮。可若是守将心狠，不给百姓放粮呢？不放粮更好，饥饿的百姓会为了活命在城中烧杀抢掠。守将若镇压，是向自己的同胞挥刀，军心民心皆失；若不镇压，全城大乱，我军便可趁虚而入。此计之前，最好先屠掉1、2座激烈反抗的小城，将我军凶名传出去。到时再放出话：投降者不杀，顽抗者屠城。这已不是兵法，是诛心之计。屠城，高勇，此计太过残忍，你太狠了。秦爷爷，战场之上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我大秦将士的残忍。想快速拿下一国，没有雷霆凶名，何来敬畏？可若守将是真正的名将，他不上当，拒不开城，那更好办。楚军守将将自己的子民拒之门外，眼睁睁看他们饿死、冻死，人心就散了。我们可派人混入难民中，许下重任：先登城头者，官升3级，入我大秦国籍，享一生荣华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他们会成为我们最锋利的尖刀。就算他们不动心也无妨，我军在后驱赶，他们就是最好的人肉盾牌，替我大秦将士消耗城头的箭石、鬼石。这才是真正的活阎王啊！这不是兵法，这是把人心当棋子，把人命当柴烧，太狠了！这小子是个魔鬼。我本以为他只是有些小聪明，没想到是这种颠覆常理的毒计。和这计策比起来，战场上的刀光剑影简直是儿戏。小子以此计确实能减少我军伤亡，可老夫不明白，你说的大饼是何物？赵爷爷，这画大饼嘛，本质就是许诺一个遥远又美好的未来，让他们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目标去拼命。比如，你告诉他们，杀一个楚兵赏银3两，杀了守将赏金1000两，封官加爵。这饼画得够大，他们就会拼命。至于事成之后对不对劲，全看我们心情。人在我们地盘上，就算完成了任务，还能翻天不成？随便给点打发了，他们也只能忍着。这就是话语权。几位爷爷这么看着我，是我脸上沾了东西，还是说小子这计策把几位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爷爷给吓着了？笑话，哈哈哈！老夫13岁上战场，见过的死人比你吃的饭都多。就这点小伎俩，想吓到你吕爷爷，还差108000里。喉咙干了，喝口茶，喝口茶。臭小子，狂妄！你这也叫毒计？我等什么灭绝人性的场面没见过，你这算个卵！喝茶。是，
是小子狂妄了。可可，杨儿倒也不必这般狠了。画大饼非君子所为，既已许诺，自当实现，否则失信于人，日后还如何领兵？哦，懂了。爷爷的意思是，事儿可以这么干，但话不能这么说。祖父教诲的是，孙儿受教了。你小子算有点行军天赋啊！老夫再考你一题，若是这一题你答得上来，你和我孙女有容的事儿就此作罢，否则明日就去老夫府上提亲，如何？也好，这小子最近风头太盛，过刚一折，让吕老头挫挫他的锐气。怎么，小子怕了？不敢应战了？怕？兵法36计我倒背如流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只是他孙女的名字叫有容。磨磨唧唧的，怕就是怕，你吕爷爷还能笑话你不成？这长相，他女儿真能有容乃大吗？风险有点高啊。吕爷爷，您请说吧，小子尽力一答。哈哈哈，好小子，够胆，比你那爹强。也别说老夫欺负你，问题不难，就按你说的毒计，老夫带兵围城，你若是守城之将，如何破解？这老家伙太不要脸了，这题简直是死局。守城？吕爷爷，守城倒是不难，只是这法子有些阴损，您确定要听？少废话，老夫倒要看看你肚子里又憋了什么坏水。吕爷爷此言差矣，小子一向纯良，人畜无害，这都是为国尽忠的妙计啊！不好，这小子又要口出狂言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坏水，自古守城除了闭城死守，别无他法，这是改变不了的大局。呵呵，臭小子，你也有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但这算什么毒计？城中无粮，老夫看你怎么解决。吕爷爷此话差矣，这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如果将百姓驱赶进城，满城老幼怎么也得有数万人吧？混小子，我问你粮草，你说城中老幼人数作甚？小子说了啊，满城老幼数万人。你，小子先前就说了，此法有些不人道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守城战最重要的就是粮食。难得还有你小子觉得不人道的时候。秦爷爷哪里话，小子只是对外人狠辣罢了。小子秉性纯良啊。吕爷爷，您怎么还站不稳了？小子离您数米远，这可不能赖上我啊。福伯再给杨儿拨500两银子，让他去毒坊也好，去胭脂阁找花魁也好，先离我们远点。孙儿，多谢祖父。其实孙儿对兵法还有颇多心得。不必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不搞点狠的，哪能这么快开溜？胭脂阁，我来了。哎，老国公一生光明磊落，行事堂堂正正，只怕晚节不保啊！但定国公府有此麒麟子，必当兴100年。老夫有句话，此子恐怕要不了多久，在陛下心中就是用了缺德，不用可惜，放了害怕。老夫待会儿就上奏陛下，严禁高阳前往六国。这小子要是跑到敌国，咱们可就遭老罪了。老夫多年前因军令屠过一村，至今夜夜难眠，现在心中竟豁然开朗，想来今夜能睡个好觉。老夫半截身子入了土，名利不过云烟，一字一句写入奏折便是。如今的大钱毒辣一点不是坏事。荣亲王今日发难，虽被陛下化解，但其党羽众多，朝政不稳啊。几日前老夫确有担心，但现在老夫
丝毫不担心了。也是，荣亲王碰上这活阎王，算他倒霉。老夫就等着看热闹了。好个你弟，好个高阳，竟敢踩在本王的头上立威！王爷，你弟虽雄才伟略，但此等毒计必是那高阳所出，此次不简单。本王小瞧他了。先生可有计策，灭了高天龙那老东西？王爷放心，臣自有妙计。不过这几日，王爷需嘱咐世子，切勿出府。臣怕那高阳会对世子下手报复。他敢对皇亲国戚下手？父王，儿臣听说您被训斥了，定国公府半截身子都入了土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对本世子动手。你最近还是别出府了，小心为上。父王放心，儿臣出行皆在白日，晚上也只在胭脂阁内留宿，从不走夜路，安全得很。胭脂阁里，谁敢动我？大公子赵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国公吩咐，这些日我等便专职保护公子安全，听候调遣。哦，专门给我对付荣亲王府的，爷爷倒是贴心。陈胜呢？陈胜昨夜未归，今早回来过，但您在熟睡，他便又出门了。这名字可得好好培养，万一哪天女帝翻脸，他可是我的安全感来源。兄长，祖父让我跟着你学习，这10天可憋死我了。让我带他，这是想用他的白纸来中和我的墨水吗？大哥，咱们去哪儿玩耍啊？胭脂阁。胭脂阁好地方啊！大哥带了多少银子啊？那消费可不低啊。你很熟？一般姑娘几十两，花魁可要几千两。这么暴利，看来我的会所计划得提上日程了。兄长，正所谓勾栏两兄弟，咱们奢侈一把，来个几脚之势，定叫那花魁首尾不能相顾。我独氏的名声本就不好，再带上这货，整个定国公府都要名声扫地了。高阳今日算是替朕好好出了一口恶气。荣亲王的确越来越不将陛下放在眼里了。报，陛下，秦吕赵3位将军并护国公一齐上奏。哦，3位老将军一同上奏，呈上来。陛下，可是边疆出了大事？不是。只是3位老将军联名举荐高阳，并严令朕绝不能让他踏入6国领土。这是为何？你自己看吧。缺粮之时，满城老幼数万人，这国公府的兵法何时如此狠毒了？定国公行事光明磊落，这必然是高阳的毒计。毒士之名，名不虚传。秦老将军说的对，此人真是用了缺德，不用可惜，放了害怕。朕得此人辅佐，好坏参半，以后史书上朕的名声怕是好不了了。罢了，毒点就毒点，只要能令大钱强大，百姓安居，纵然史书骂朕是暴君，朕也认了。户部员外郎人呢？可在府上？陛下这是想出宫？皇宫太闷，朕想出去走走。朕心中还有些疑惑想问他。吞吞吐吐的，怎么了？启奏陛下，户部员外郎他不在府上。那去了何处？胭脂阁。长安4大青楼之一的胭脂阁。是。朕这辈子倒是没去过勾栏。也罢，今日有些兴致，便一起去看看。公子，咱先吃点东西吧。哥，别摸了，咱吃点东西吧。这场景还真对上了。秦二姑娘哪里人士？为何沦落至此？奴家是青州人，家父豪赌，输尽家产，才将奴家卖了。爱赌的爸，生病的妈，上学的弟，这套路专业，真是可怜。那也没见你停手啊。大哥此言差矣，这花的可是祖父的血汗钱，岂能停手？停手岂不对不起祖父他老人家？好家伙，这歪理，我竟无言以对。大公子陈胜回来了，要见您，让他进来。摸清武城的动向了。此人十分谨慎，唯一的弱点是喜好热闹。近7日都在这胭脂阁过夜，但今日他护卫多了1倍，怕是已有防备，难以下手。他不给机会，是逼我对荣亲王下手啊！大哥，咱们要对荣亲王府下手？你怕了？
啪，干翻他！让我定国公府声威大振。大公子打算怎么做？荣亲王最怕谣言，比如找只狐狸，让他夜半在王府外口吐人言。天命在王，天命在王。或者找些小儿传唱天命童谣，谣言猛如虎，他必定阵脚大乱。狐狸口吐人言，太狠了，这是要把荣亲王架在火上烤啊！罢了，风险太大，王权太弱，经不起折腾。可惜身上没什么药，不然倒也能操作一番。这是何物？药啊，大哥，你不是要这个？奇银合欢散，1等1的春药，药效巨猛，大力喷射王喝下去，肚子剧痛，喷射不止，蒙汗药，杀人越货，必备良品。我这弟弟真是个宝藏男孩啊！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要了。哎，大哥，我的宝贝啊！小女子刘玉儿见过高公子，久闻大名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公子今日所有消费，我做主全免了，只求交个朋友。无功不受禄，刘掌柜有事相求吧？不瞒公子，胭脂阁生意难做，想向您求个点子。这不难，搞个会员等级制，存钱越多，福利越好，人都有攀比心，再给姑娘们设奖金，激发动力。多谢高大人指点，玉儿茅塞顿开。玉儿姐，再给我来2个姑娘。总算能清静会儿了。员外郎倒是好兴致，这等好地方竟不叫上我们，太不像话了。哟，又来了俩俊俏的朋友，老鸨，再来2个姑娘，陪我这2位兄弟好好喝。武曌，他怎么会来这儿？这不是青楼吗？员外郎不必拘束，你摸你的，只管大胆做自己。这位兄台，你人还怪好嘞。公子又给您带了2位妹妹来。公子，让奴家来伺候您吧。完了，这群蠢女人要冒犯女帝！站住！兄长，你身边都俩了，贪多嚼不烂啊！臣高阳拜见陛下。户部侍郎高峰第2子高长文见过陛下。朕微服私访，员外郎是想让全长安都知道朕来了青楼。臣懂了，请陛下放心。哦，朕就说了2句，你就懂了，说来听听。臣即刻派人灭口，连带臣这个弟弟一个不留，绝不泄露陛下行踪。我操，大哥你来真的，大义灭亲啊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好小子，反将我一军。朕还没那么残暴，都起来吧。被这家伙牵着鼻子走，真不爽。高阳，朕曾下旨，凡我大前7品以上官员，不得在青楼享乐。看来朕的旨意并不好使啊。还有这规矩？糟了，他这是不爽了，故意找我麻烦。陛下冤枉啊！臣来此地是为了完善我大前法制，是以身入局，为了律法威严，为了我大前啊！欺君可是大罪，罚银100两是小。朕看你是想去大理寺走一遭。你且说说怎么个为了我大前？陛下，臣记得我大前律法不鼓励青楼存在，更不支持金钱交易，除了教坊司，一概不受律法保护，对也不对。不错，这有何问题？问题太大了，正因这模棱两可的界定，导致我大前律法存在巨大漏洞，甚至还给了人白嫖的可能性。臣对此深感痛心。白嫖是何意思？臣给陛下做个假设，便都明白了。就以我和青二姑娘为例，假设我们约定1晚500两。不，高大人，50两就够了，500两是哄抬市价。本官说你值就值，反正我也没打算给钱。事后我若拿出给死人烧的纸钱结账，敢问陛下，臣犯法吗？天下竟有如此无耻之徒！当然犯罪，他可告你强奸，在我大前，此乃大罪。上官大人，此言差矣。我们事先谈好价钱，你情我愿，何来强奸之说？纸钱充当银子，乃是假币罪。纸钱并非流通货币，何谈扰乱大前货币信用？假币罪不成立。高阳，
你对我大钱律法似乎很懂啊。陛下谬赞，懂法应当是每个大钱人的义务。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约定500两，却给纸钱，诈骗总跑不了吧？上官大人，诈骗罪要看被骗的财产是否受律法保护。我大钱律法除了教坊司，本就不支持青楼交易。一个不受律法保护的交易，又如何能构成律法上的诈骗呢？显然也不成立。所以，臣用纸钱结账，虽不道德，但不犯法。天理何在？王法何在？天下读书人都这么恐怖吗？心都这么脏吗？大哥，我的神，原来用纸钱就行，我悟了。这正是我大钱律法的漏洞，故此臣以身入局，完善我大钱律法，恳请陛下下令将青楼合法化，杜绝这白嫖的可能。高阳，别人读律法是为治国安邦，你小子居然是专为钻空子。陛下，臣纵然身处风月之地，也心怀社稷。臣又想出一条可潜移默化、削弱六国的妙计。哦，逛青楼也能想出削弱六国之策？臣乃大钱第一纯良、第一忠臣，又怎敢欺君？都要白嫖了，这还叫纯良？大钱第一纯良，朕一个字都不信。不过这削弱六国的毒计，说说看。陛下觉得令弟如何？面色发虚，身子发软，十足十的纨绔，这跟削弱六国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，将门多犬子，这背后青楼美色之害当属第一。美色如狼似虎，可瓦解人的意志。你想让朕从美色方面下手？不错，敌弱则我强。想要强大，除了提升自己，还可拉低别人。大考前夜给学霸塞小黄书，百试不爽。陛下可培养人才，远赴六国，大开青楼，瓦解其意志，赚取其银两。不过此招见效太慢，臣还有更好的招数。陛下宫中可有一些珍藏的教导图？高大人，当着陛下的面，注意言辞，小心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。本官一心赤诚，满脑子都是我大钱的强国之路。无妨，有你继续说。绘图技术受限，效果一般。臣推荐文字，文字的想象力是无穷的。我们可以画本小说下手，以颜色为主，暗送六国，毒害他们的年轻一代。欲火之下，小小年纪便流连青楼，纵欲伤身，人必消寿短命。若陛下觉得此计不错，臣独具天赋，一部女夫子，一部少年的成绩并不理想，足以摧毁六国青少年。好毒的计策，与其强大自己，不如削弱敌人。这法子直掏六国的根基。秦振国说的没错，此人用了缺德，不用可惜，绝不能让他踏出大钱一步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。话本流传，若被六国学去，或是被商贾传回大钱，岂不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？有道理，高阳，你此计太过阴毒，也极易反噬大钱。容朕想想。那臣改日将2部剧作的第1章写给陛下看看。这件事改日再说。朕来此找你是有别的要事。这眼神怎么跟要吃人似的？为陛下排忧解难是臣的本分，但您这眼神让臣有点害怕。这个难题你若能解，除了谋逆大罪，朕许你一世繁华，免死金牌。陛下但说无妨，臣必竭尽全力。不过咱们换个地方，在青楼谈国事，日后史书记载不好听啊。英雄不问出处，强国不分场合。民女告退。那个，既为高侍郎之子，便留下旁听。是。高阳，你可知我大钱藩王有多强大？今我大钱藩王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缓则骄奢淫乱，急则何从以逆长安？若不解决藩王，朕寝食难安。你心黑记狠，可有妙计？女帝要对藩王下手，这是要出大事了。果然，自古皇权与藩王势不两立，这股杀意藏不住的。陛下，您这多少有些冤枉臣了。臣哪有心黑记狠？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史书怎么写臣？天下万民如何看臣？这是对臣严重的误解。
臣要为自己证明。坑山谷、灭蝗灾、毒计瓦解6国青少年，这还不够心黑？朕用词不当，但意思差不多。对付这些藩王，你可有妙计？陛下真想对藩王下手？自朕登基，便日夜思虑此事，现在朕不想再忍了。那还请陛下告知一二，臣也好对症下药。大前藩王之强，要从100年前说起。当时大前高祖以归一起兵，夺得豪杰相助，许下裂土封王之诺。天下太平后，异姓王威胁皇权，先帝们便联合宗亲，清扫诸侯。到了今日，这些藩王拥兵自重，在其封地内便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，已成心腹大患。削藩乃国之大事，你可好好考虑几日，不必着急给朕答复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或可兵不血刃，削弱藩王实力。削藩国事，他这么快就想到了对策。高阳，你有何妙计？陛下，臣一直认为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削藩亦在其中。臣此计便是利用人性之弱点，令他们自相残杀，无形中瓦解其权势。臣心中有一阳谋。兵不血刃，阳谋，他究竟想说什么？陛下，所谓阳谋，便是行光明正大之策，让敌人明知是陷阱，却又不得不跳。就拿臣和余弟举个例子吧。又来了，我就是个工具人是吧？继续说。陛下若想离间我兄弟二人，最好的手段便是8个字：转移矛盾，分化瓦解，拉拢弱的，打压强的。藩王想保全，陛下想要权，此为根本矛盾。但若将这大矛盾变成他们内部的小矛盾，此阳谋便成了。转移矛盾，分化瓦解，拉拢弱的，打压强的，好一个阳谋。至于如何做，答案更简单。长子与次子，他们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在，只差一个引爆的机会，而这个机会需要陛下您来给。利用继承权从内部瓦解他们，此计何其毒也！但是陛下，臣必须提醒您，藩王一旦被大幅削弱，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？您可曾想过？天下疆域辽阔，各地必须驻兵，藩王是我大前拱卫长安的第1道防线。藩王没了，兵权就得交给将领；藩王反了，江山还是姓武。可若是外姓将领反了，朕明白你的意思，但这削藩势在必行，相比藩王，将领更好驾驭。若不动他们，朕的鸿鹄大志终究是泡影。朕明日便召集百官，依你之计行事。此谋，朕记你首功。陛下莫急。既然陛下已下决心，臣自当竭力相助。只是，好消息是，此计可兵不血刃，分化诸王。坏消息是，现在削藩，大前会亡国，陛下会死。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如此阳谋，怎会令大前灭亡，令朕身死？高阳，你是否在危言耸听？陛下，此事关乎国运，臣万万不敢开玩笑。因为任何阳谋都有一个前提，朝廷必须足够强大。藩王不是傻子，朝廷示弱，您敢动他们，他们就敢联合起来。
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由，另立新皇。届时大前必将生灵涂炭。陛下觉得当今的朝廷是强是弱？万万不可啊，陛下！他说的对，朕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：实力。没有绝对的实力，任何计谋都是空谈。是啊，国库空虚，朝堂党争，现在削藩无异于自取灭亡。陛下想掏藩王的心窝子，就得先假装对他们掏心窝子。现在该忍。依你之见，朕现在该怎么做？陛下应按捺住削藩之心，当务之急是让大前变强。待您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，区区藩王覆手可灭。届时臣还有诸多妙计，可助陛下一统六国。妙计，怕是更毒的毒计吧？朝政不稳，其根源何在？荣亲王，陛下欲成千古女帝，第一件事就是宰了荣亲王。哥，我亲哥，你这是真要借女帝的手杀人啊？放肆！荣亲王乃三朝元老，大前勇士，为国立下赫赫战功，你让朕杀他，是何居心？身为亲王却勾连御史，在朝堂上公然与陛下作对，这本身就是取死之道。有他在，陛下任何变法强国之举都将寸步难行。朕何尝不知，但荣亲王权倾朝野，杀他稍有不慎，便万劫不复。臣不才，早已料到此节，早已为陛下备好上百条毒计，即刺杀、构陷、阳谋、诛杀于一体。计计可取他性命，他跑，臣追；他插翅，也难飞。多少？臣才疏学浅，不多，也就100来个妙计。100来个毒计，还叫才疏学浅？论毒计，这大前无人能出其右。说来听听。陛下稍等。这是何物？陛下慧眼识珠，此乃奇银合欢散，上好的烈性春药。这个呢？此乃大力喷射王，服用后化身喷射战士，与前者搭配，堪称绝配。恶心，这毒誓真是令人作呕。你随身带着这些玩意？陛下此言差矣，这都是余地行走江湖的必备之物，臣只是代为保管。果然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论暗杀，自是下毒最快。此乃鹤顶红，见血封喉。不过耳听为虚，为了减小误差，陛下若能给几个死囚试验一番，否则臣容易良心有愧。你还能良心有愧，真是令朕意外。毒杀太过不体面，难以给天下人交代。朕要活捉，公开定罪。臣明白，这也不难。陛下可用鸿门宴，只待陛下摔杯为号，便将荣亲王生擒；亦或直接砍成肉酱，为防万一，还可叠加蒙汗药等手段，必能确保无虞。好一个天衣无缝的连环计，得罪他太恐怖了。捉拿不难，真正难的是给他定罪。若他并无大罪，罪不至死，又该如何？臣既提出，自是一条龙服务。这事简单，陛下只需动手前安排牢狱死囚，揭发有人以巫蛊诅咒陛下。届时人证物证俱全，令荣亲王百口莫辩。之后再用那名死囚的嘴，将荣亲王的党羽一扫而空。此等毒誓，幸好是朕的人。当然，陛下的名声，臣也考虑到了。荣亲王战功赫赫，身上必定满是伤疤。倘若他在朝堂上解开衣衫，博取同情，那就不美了。正所谓恶人先告状，陛下可走他的路，让他无路可走。陛下先令人掀开他的衣服，当众质问荣亲王：你满身荣耀，皆为大前所赐，为何要变成如今的谋逆反贼？期间，陛下说到动容处，还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挤出几滴眼泪，然后再满脸痛心，念其功勋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将其关入天牢，便可堵住天下悠悠之口。好一个倒打一耙，好一个走他的路，让他无路可走。从布局到收尾，天衣无缝，此子之心深不可测。这个人绝对不能得罪。
计策虽好，但荣亲王不死，终究是斩草不除根。陛下，您这话可就误解臣了。误解？简直是天大的误解！臣此举是为了让天下人挑不出陛下的错。再者，陛下可还记得朝堂考核上问臣的那个灭门之问？你是说守株待兔？准确的说是钓鱼之法。荣亲王被打入天牢，其党羽必定舍命营救，陛下只需在天牢设伏，便可将其一网打尽。至于荣亲王本人嘛，在狱中郁郁寡欢，深感对不起先帝和陛下的信任，留下一纸遗书自尽，这也是很合理的嘛。娘啊，我哥也太狠了，幸好是一家人，不然我坟头草都3尺高了。朕知晓了，你容朕仔细想想。种子已经种下，女帝的野心就是她最好的养料。不杀荣亲王，何谈削藩？何谈一统天下？此事事关重大，若走漏半点风声，杀无赦。陛下放心，草民只是不太聪明，但绝不傻，打死我也不说一个字。陛下放心，我这弟弟心里有数。朕多问一句，你与荣亲王究竟有何深仇大恨？臣心眼小，有恩必还，有仇必报。他想拿定国公府立威，臣就想灭他满门。3日之内，朕给你答复。臣恭送陛下。陛下，替朕找一个有家室的死囚。臣遵旨。兄长，错了，你愚蠢的弟弟真的错了啊！这还是那个敢往国公爷茶杯里撒尿的长安一霸吗？今天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余弟这是做什么？你我乃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兄长，那咱们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不了，回府还有事要做。体验过了，不过如此。是时候为荣亲王准备一份大礼了。高大人这时要走，不再多玩玩。改日吧，尚有要事处理。奴婢不敢多留大人，此物还请大人收下。此乃大人所言会员牌，凭牌可享专属雅间，酒水任饮，每日一位姑娘作陪，每月与花魁共度良宵。这女人倒是个经商奇才。每月一个花魁，刘姑娘，我的呢？我的会员牌呢？二公子，您得充钱。充多少？不多，20万两。什么？抢钱啊！高兄，见了本世子，为何这般行色匆匆啊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原来是世子在此，失敬，臣还有急事，先行告退。哎，高兄再忙，也不差这一时半刻。你可瞒得本世子好苦啊！诸位可知，凭一良价现灭皇之策，米中掺沙惩治贪官的，正是这位深藏不露的高员外郎。原来这些妙计都出自高公子之手。高公子真乃经世之才啊！如此大才，今日驾临我胭脂阁，岂能不留下墨宝？高兄，不如即兴赋诗一首，让我等开开眼界。赋诗一首，赋诗一首。你那首大石头的歪诗，全长安都知道。今天我看你怎么下台。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我便成全你。吟诗一首有何难？那本世子就洗耳恭听高兄的佳作了。只是作诗岂能无酒？常文，去我们先前的雅间，将本官的好酒取来。今日本官要与世子共饮此杯。